注意看，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出门在外，如果忘记带打火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热爱户外野餐的人群。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我们先是把盒子里的锡箔纸拽出来，然后像这样给它对折一下。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看不懂的收藏起来多看几遍，一定收获满满。撕下来一整条，这个宽度一定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然后在纸条的中间位置上，分别这样竖着撕成一节一节的，每节的距离不要太远，多撕出几节，保持成这样藕断丝连的状态，一定不要手太快撕的断开了。撕完后就像锯齿一样的形状就可以了。把纸条就这样弄好以后，最后一步就是再从我们电子设备上找来一节电池。如果没有这种电池，其实干电池也可以用。然后再把纸条带锡箔的这一面，两头分别按压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眨眼，我们仔细看纸条中间的位置上，先是冒烟，然后片刻间就会燃烧。户外野餐生存必备技能，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修了一台美的电磁炉，这台电磁炉的问题是炸保险，然后这个 IGBT 和整流条也都击穿了。然后我把这些坏的元件换上去以后，然后试机，在试机的过程中，然后风扇也可以转，一切都正常。它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加热，然后它也不报错误代码。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驱动电路。然后这个 IGBT 它的3级，我们顺着这个条线检查，经过一条跳线，然后到这边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这个贴片3极管这儿。这3个贴片3极管，它一般的都是 S8050或者是8550驱动对管。我们检查一下，这已经击穿了，这个也击穿了，这3个驱动管都坏了。我当时检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3极管和这个3极管，它们都是 S8050，就是这个型号的。然后这边这个是 M8550，这3个当时没有，我今天刚买过来，也是从网上买的。买过来以后，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然后我再测试一下电磁炉，谁知道在测试的时候，然后它又开始出现报警了，不讲锅，又多出了一个问题。这一个 S8050。它是连接在这个炉盘中间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我把这3个全换上去以后，还是不讲锅，不能正常加热。像这块板子，它的问题比较多。先是换2个大件，然后这3个小管也都坏了，然后还出现不讲锅。像这个故障，我已经检查了2个小时了，也没有检查出来具体问题所在。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接着维修了，因为你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换块主板。这块板子和这个是通用的，都是美的专用的。然后这个上面还多一个滤波电容，这个使用的话更稳定啊。这块板子是我从网上32块钱包邮买来的，这些接口和原先的旧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螺丝的孔位也是一样，直接安装就行，不需要别的改动。然后把这个发热盘子线焊在原先的位置就可以了。像这种故障非常多的电磁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个这个板子。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打开健康码的一个小技巧。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以后在出门的时候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了。首先呢，先从这个微信进入吧，正常这个健康码都是从微信或者是从支付宝。打开微信之后，然后在这个右下角点我，正常的操作步骤都是这样的。然后呢，点服务，到这儿呢点防疫健康码，点完之后呢，到这儿需要查看健康码，看到没有？这样一步步的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如果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志呢，这样来回点来点去的话，有一些步骤会记不住，所以说。打开这个健康码是非常的麻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到这儿一步之后呢，首先点下右上角这3个点，点开之后，然后呢，在这儿有一个添加到我的小程序，把这个可以添加到小程序。好，已添加完之后呢，接下来把这个微信给它退出，重新进入来看一下。首先还是打开微信，然后呢，到这儿下拉，这儿有个河北健康码是吧？把这个点开之后呢，看一下，立马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操作起来非常简单，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它也没有达到1秒钟就可以打开的效果。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第二种啊，这个方法呢就特别好用，还是一样啊。首先先点开右上角这3个点，点开之后呢，在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这个添加到桌面。我们把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把它添加到桌面，然后点击它，点完之后到这儿呢点添加，好，以添加快捷方式，然后呢把这个微信再退出，退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桌面呢现在有一个这个图标河北健康码，现在呢我们把它点开就可以1秒钟打开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1秒钟就打开了是吧？像上面这个行程卡呢也可以按照这方法来操作。首先呢操作方法也一样，先把行程卡打开，打开之后呢也是点上面这个3个点，然后呢在这儿也有个添加到桌面，把它添加好以后呢，已添加成功。添加好以后呢，等打开这个行程卡的时候也是1秒钟就可以把它打开了。有记不住的朋友啊，可以收藏一下视频，对照着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店里边来了一台美的的电磁炉，他说是不能正常加热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台，然后我们给它通上电来开机看一下它的情况。开机，点一下烧水。我们听一下里边有咔嚓的声音啊，它是可以减锅，就是不能加热。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从外观上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背面，也没有发现有开焊、虚焊或者是烧坏的元件啊。像美的的电磁炉出现不加热，它也没有报错误代码，只是这个蜂鸣器滴滴的响。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主板上这些大的色网电阻，看这2个都是820K 的，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背面，看有没有特别大的贴片电阻，如果有的话，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这背面没有看到有，前面就这2个，然后这儿还有个，这个一般不影响，就是最主要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边2个，这些大功率的电阻坏的是比较多的，我们用网表来测量一下，看它们的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的都是开路或者是阻值变大。我们在测量的时候要给它断开一个角，如果不断开角的话，测量它是没有这么准确。我们用网表给它调到2兆欧，就是838，这个是没问题的，它也是在它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阻，我们还是一样，给它先断开一个引脚，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已经开路了，没有阻值了，看一下，我找了一个比它精确度更高一点的820K 的电阻，我们把这个色网电阻给它换上，换上去以后，我们再试一下，开机，烧水。已经加热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以后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教大家一招，其实呢，用一个 U 盘就可以修好它。电视机呢，如果出现就是以下2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 U 盘来解决。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机后呢，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定在这个开机画面，然后呢，无论等多长时间，也进不到电视机它的系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以后呢，就是一直出现这画面，等了时间长了后呢，它就关机了。像这种情况呢，看到没有，这个关机了。像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说明是电视机它的系统坏了。我们呢只需要用个 U 盘给它从刷下机就可以修好它。刷机之前呢，我们首先找到这个电视机它的一个刷机包，它这是个王牌的，我们点开这个王牌，然后呢在下面找到同型号的一定这个型号要找对了，不能随便下载一个，如果下载错了以后是刷不了的。我们找到同样型号的，然后把它给下载下来。下载完后呢，我们把 U 盘插在电脑后面。我的这个 U 盘呢是一个16G 的
选择这个 U 盘的时候呢，不能选择太大的，如果容量太大的情况下，电视机呢有可能会识别不到，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刷机的。选择这个容量呢，最好是4个 G 或者是8个 G 的，最大呢不能超过16个 G。U 盘的格式呢要选择 FAT32的，如果用别的格式的情况下，可能电视机也没有办法识别，刷机的成功几率比较小。看下我这个就是 FAT32的。刷机之前呢，最好是把这 U 盘给它格式化一下，然后格式化的时候呢，选择它的格式呢就是这种FAT32，选择默认的这种就行了。然后呢，点击开始，这样格式化以后呢，刷机的几率，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一点。OK， 格式化完毕之后，然后呢，我们把找到的、把下载好的这3个文件给它直接发送到 U 盘就可以了。这文件还是比较大的，400多兆。这3个文件我们看一下，主要就这个是它的刷机包，这个呢是400多兆，然后其余2个呢是它的引导，这2个呢文件比较小。刷机 U 盘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刷机了。刷机之前呢，首先先把电视机它的电源先拔掉，然后呢接下来把 U 盘插在电视机的 USB 插口上面，一定要把它插到底插好。然后呢，我们一只手先按住电视机上面的开机键，要按住不要动。然后呢，另外一只手给它通上电。好，现在呢，看一下电视机它的画面有什么变化。在现在呢，就是这个开机键一直要按住，不要松。现在显示正在升级中，还不要松手，直到进度条出来以后再松手。这个进度条呢走到100%以后，然后电视机呢它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完以后电视机就修好了。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使用的这种充电式的锂电蛋，当我们长时间使用它干活的时候用一段时间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我们如果把它拿去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干活使用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再买一块好点的电池的情况下，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钻给它改装一下，改装成是2用的，无论是用电池供电或者是外置电源供电，都可以让我们接着再用。首先咱们看一下，我这儿有3个电源，先看这个小的，这是一个12伏5安的，不建议使用这种小个的，最好呢就使用这2种都可以。这种呢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是从旧电脑上面拆一个电源。我这呢就是从一个旧电脑上面拆下来的，因为这个电脑就10几年前的，电脑已经坏了，所以说这个电源我一直在保留着。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有好几组，它有一组输出的电压是12伏14安，咱们就用这个给它改装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把电池拔掉，然后呢看一下电池上面这3个铁片，中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这2个，这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减号这儿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这个里面呢也有2个铁片，先看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呢就说明这儿是正极，然后它对应的负极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改装的时候可以找个这样的插簧连接根线，然后在正极这儿插上一条线，然后在负极这儿插上一条线，就可以作为这个供电的电源来使用。但是这个往上面插不好插，还容易掉。现在咱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拆开，在里面给它改装一下。拆开以后咱们在它的内部加一个电源 DC 的插头。我想把这个呢安装在这个位置，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够不够。装上电池以后，咱们把这个放到里面，完全没问题可以放得下。好，现在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把这个开关总成也给它拆下来。接下来呢，就需要在这儿给它先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插座给它放进去，试一下合适不合适，还行是吧？正好。然后找到电池的正负极，正负极相连接的分别是这2个点，先在负极上面焊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焊这条线，这条红色的就是正极。然后呢就把这些配件再给它装上，
接下来呢，就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 DC 插头的正负极上面。最后边呢，中间这个是它的正极，我们先接这个正极，然后呢，接下边一个负极。这负极呢，其余这2个其实都是负极，随便接上都行。然后呢，把这些线往里面给它塞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在里面还是比较牢固的，如果不牢固的情况下，就给它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基本就改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呢，在这儿插个插头就可以了。然后锂电呢也可以接着再用。咱们看啊，它们是互不干扰的，看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外壳给它装起来。咱们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找到上面的黑色和黄色的这2条线，黑色的是它的电源负极，然后黄色的是它的12伏输出的正极。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还需要一条就这样的插头，这个呢把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好以后，用胶带缠一下，做个绝缘。然后接完正极，再接另外这个负极。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钻上面。插好以后啊，在这个最大的插头上面找到这条绿色的线，然后呢，任意和一条黑色的线给它连接起来。看一下风扇就启动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电了。咱们看一下。听着个转的非常有劲儿，是吧？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外置电源给它工作来使用。当它充完电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把它再拔下来，然后把这个电池呢再装上，就可以两用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用手机来调用高速路口上面的监控摄像头。这样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实时的来观看高速路上面的车辆拥堵情况。一般的出门的时候呢，一些朋友经常使用的都是这个导航软件，是吧？打开软件之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拥堵情况一般是不能实时观看的，它最多呢也就提示哪一节道路比较拥堵，哪一节呢比较畅通，但是呢是根本看不到路面上面的一些信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简单的方法，只需要呢在手机上就可以观看摄像头。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微信，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点击这个搜索放大镜这儿，点开以后，在这儿呢，像河南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河南高速，点开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下角这儿有个高速路况，点开，然后呢这儿也分为2项，上面这项呢是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先点开它，来看一下哪一节道路正在施工是不能通行的，比如就这些啊，正在施工不能通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这节道路，然后呢我们再点这个高速路况。咱们点开这个下面这个云视频，打开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呢都是高速路上面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在这个画面左下角，这儿分种类还有好几种啊，这儿有全部、路况、道路、服务区、收费站、隧道、桥梁。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调用上面的监控摄像头来观看的。我们现在呢就先随便打开一个摄像头来看一下。打开摄像头的速度呢是根据网速来决定的。好，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速上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画面也可以来全屏来播放。好，上面的日期呢就是现在的实时日期是2月8号17点30分，看一下这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些监控摄像头，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来点开它的。我们再换另外一个，看一下这个平顶山市的这一节道路呢，现在目前情况车辆是比较少的，看一下几分钟过来一辆车，是吧？车辆比较少。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像服务区啦、收费站啦，我们点个收费站可以来看一下这高速路口，看一下这个
路况信息，我们随便来点一个义城区 G4 京港澳高速口，这样的车辆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呢这是平桥区的京港澳高速口，这样的高速口看着车辆并不多，然后这边呢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服务区，服务区相对来说这些都是服务区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就是这个隧道，来看一下隧道的摄像头比较少一点，然后还有桥梁，桥梁好像就更少一点。最主要我们观看的就是这个道路上面的摄像头，是吧？道路上面的是最多的，看一下非常的多，是吧？给我们出行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大家呢是哪个省份的，可以搜索各自省份的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这样在手机上来观看高速上面的情况了。要是不小心拧断到锁芯里面了，不要着急，不要慌。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支笔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锁，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钥匙，它断的有多深，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你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笔。我们把这个笔给它取钥匙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先用个打火机，我们把这个笔给它先烤一下。给它先加热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你来看，先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给它先烤燃烧了以后，你来看，先让它燃烧了以后，然后让它先充分的燃烧。你来看，燃烧一会儿，等会儿我们把它塞到这个锁芯上面，充分燃烧以后，就这样塞上去以后，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这个时候呢，手不要抖，就这样。先让它完全冷却了以后，然后呢，这个笔就会粘到这个断掉的钥匙上面，然后呢，经过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让它完全冷却。你看，现在完全凉了。这个时候我们拔笔的时候一定要迅速。你们看，仔细瞅啊，这样一拔就出来了。你看是不是非常好用？这个方法是不是？立马呢就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了，而且呢，你看这个笔粘这个钥匙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是吧？用这方法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修台空调，它这个问题就是一点不制冷，吹出来这个风就跟自然风是一样的。现在已经开了几分钟了，还是这个样子啊。现在要去外机来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外机在这个平房上面，然后上去检查一下，平房这活还是很容易上去的，好干。我们看一下外机，它是工作的，风扇是转的，然后也能听到压缩机已经运行了。然而它这个问题就是不制冷。首先先摸一下这两个管子，看一下高压管没有凉的感觉，然后低压管，这个粗管是低压管，摸着也一点不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低压管这儿全是油，周围这个油呢，一般的出现的情况都是漏氟了。制冷剂漏出来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些油，因为这个制冷剂呢在压缩机里面混合到一块儿，跑出来之后就是这些油。它的问题呢就是明显的缺氟了，就是氟缺的还是比较严重，应该氟都跑完了，所以它是出现不制冷。问题就是低压这儿漏，应该是我们先加点氟，然后检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儿漏。在这个加氟管这儿，我接了个压力表，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现在是多少。看这个压力呢是一点没有，是吧？这氟是整个都漏完了。先加点制冷剂，然后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漏氟。先排点空气，把空气排掉。然后打开房门，现在看一下这个细管高压管瞬间就凉了。然后呢，我们检测一下，用洗洁精就行，点洗洁精，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气泡出来。如果有气泡出来，就证明低压管这儿漏氟漏制冷剂。低压管是漏的，我们看一下这有气泡出来，有气泡呢就是证明是它漏了。
我们需要给它拧紧一下，把漏给解决掉。然后再上点看一下还漏不漏，还是有点漏。这是一台变频空调，用的制冷剂是 410A， 加了8个压力。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是6.45，然后摸一下这个低压管已经凉了，高压管更凉，现在就已经加好了 ，OK 了。现在这个凉风已经出来了，没问题了。朋友们，大家好。角膜机上的切割片出现炸片，或者是这个切割片用了时间长了以后磨得比较严重，我们需要换切割片的时候，上面这个螺母用它自带的这个钥匙怎么拆都把它拆不下来，怎么办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2种特别好用的方法，很轻松就能把它拆下来。然后呢，到最后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螺母给它改装一下，改装完以后啊，等下次再拆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好，现在咱们先说一下第一种拆卸方法，就是找一个这样的通芯螺丝刀，或者是一个大钢钉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螺丝刀这个尖啊，对准这个螺母上面的一个孔，然后呢，用个锤子敲击就可以了。敲击几次之后啊，一般这个螺母都可以拆下来。看现在就把它已经震松了，是吧？这样呢就把它拆掉了。拆下来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螺母，让我经过无数次的拆，已经拆成这个样子了。它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螺母啊，厂家设计缺陷啊，像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螺母啊，在没有爆死的情况下，用它自带的工具是可以把它给拆下来的。如果出现爆死的情况下，无论怎么拆也是拆不下来的。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2种拆卸方法。第2种方法呢，就是用这种电锤。电锤呢，要把它调到冲击的单位，因为这种电锤它的冲击频率是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冲击，把这个螺母给它冲下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OK， 咱们看一下，现在这个螺母啊，直接就松了，是吧？这样呢也是比较好拆下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啊，把这个螺母给它改装一下。改装以后呢，改装完了以后啊，等下次再拆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如果大家不愿意改装的情况下，可以买个这样的不锈钢的螺母，但是呢，这个改装完以后也是特别的好用。改装好以后啊，就这样的，咱们看一下。这样呢，无论以后是安装或者是拆卸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现在咱们把它先装上来看一下，不影响以前的使用效果。拆装我们到时候用个活口就可以把它给拧下来了。方法呢特别好用。好了，视频今天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当时真的是吓死了，出来就发现他的手就被炸黑了，硬币也被炸了一个拐角。怎么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只需要给这个充电口啊，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呢，刚才啊视频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孩是吧？他用一个硬币塞到这个充电口里面了。当塞进去以后啊，这个2条线它就会短路，这样呢就会听到砰一声，然后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解决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呢一个这样的小黑豆，把它接在这个充电口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上面这个小黑豆啊，其实可以找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或者是一个报废的其他的电路板，一般都有这种小黑豆。我们看啊，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看到没有？这边2个，这边1个，本来是这边4个，然后拆走3个了，所以说剩1个。这个呢也是一个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我们呢只需要拆个这样的小黑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可以。好，我们先拆一个。再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型号，它是 EN5408，这2头是不一样的啊。先看这一头呢是有个白杠，而这一头没有。好，现在咱们把它给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呢，首先啊，先找到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然后找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
先把这个红色的线从电瓶上面给它拆下来，拆开之后呢，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小黑豆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好，没有白杠的这一头给它焊在这条线上面。焊好以后，给它套个热缩管，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如果没有热缩管，用电工的绝缘胶带缠上也可以。烤完之后，然后把这头呢，给它窝一个半圈，窝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呢，就是把它再拧上，拧牢固就可以了。OK， 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就改装好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用弯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充电口上面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啊，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看，确实没有电。刚才我们接上的这个小黑豆啊，它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防止就是电瓶里的电不让它往外输出，它的作用呢，只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它是没有电的。如果这个时候小孩子再用这个硬币塞进去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发生危险的，因为它没有电。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如果能充电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来看一下，没充电的时候是绿色的灯，把这头插上来看一下，可以变成红色的灯，说明它可以正常充电，就这么简单，这问题就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 DVD， 它的问题呢是充上电之后呢，点开机键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共是2块板的，这一块板呢是电源板，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主板。像这个电器不通电，大部分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上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一下电源板。在检查电源板之前，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源线还有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它们有问题之后，这个 EVD 它也是不会通电的。电源线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开关，开关也是没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了。我们把这个电源板给它拆下来，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面有没有开焊虚焊的地方，并没有发现。然后上面这些元件也没有明显发现有烧坏的，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儿是有个保险的，我们先用弯表再测量一下这保险，看它有没有烧断。从外观上来看，这个保险它是不坏的，我们用弯表再测量一下，是没问题的这个保险。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先通上电，然后用弯表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通上电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有没有300伏的电压，332伏，它的电压是有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面有没有300伏电压，这也是有的，332伏，有电压，它这个输出是没有的。像这个问题它是出现在这个低压部分，是这块有问题的。我们主要检查一下低压部分的元件。把电断了以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低压部分，上面就几个二极管，然后几个电容。我们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几个快速恢复二极管，这儿一个个头大的，然后这儿还有2个个头小的。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个头大的，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短路击穿。好像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把它拆下来以后再测量一下。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样的话测量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们看一下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型号，这是一个，它型号是 SR350，它是一个3安50伏的肖特级二极管。然后呢，我这儿手里面正好有一个 SR5100的，
这是一个5安100伏的，这个耐压值更高。我们把这个换上去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 DVD 能不能修好。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换上去了，别的元件呢并没有发现有坏的。现在呢，我们就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修好。开始通电，然后我们就要开机了。开机，已经有电了，是吧？故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二极管烧坏了。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哎呦，把我吓坏了，看到没有？非常的危险，这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只需要在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拆下来一个小元件，把它接在电动车上以后，我们的电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全。无论家里的充电器坏成什么样子，坏的有多么严重，我们都不要把它给扔掉，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它最好用的方法。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每一个充电器上面都有这样的小黑豆，是吧？4个排列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充电器也是一样，是吧？在这儿排列着4个，我们呢主要是用它。现在呢我们拆一个这样的小黑豆下来，上面的这4个小黑豆它的型号都是一样的，我们呢任意拆下来一个就可以了。首先就用电烙铁把它直接弄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也可以啊，用钳子用剪刀把它弄下来也行，主要呢就是把它拆下来。哟，非常烫手。哦呦，下来了。我们先看一下电动车充电上面的这个口，有很多小孩比较调皮捣蛋，他喜欢呢就是用一个硬币或者是钥匙，再或者呢就是其他的金属东西，他喜欢把它塞进去，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看一下它这个危险程度有多大。哎呦，把我吓坏了，看到没有？非常的危险，这样。这根电线呢都粘上去了已经。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从此以后呢就会变得让它非常的安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就是上面带电引起的，我们给它改装一下，让这个电呢只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首先呢我们找到充电口上面的这条红色的线，然后呢在中间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我们呢把拆下来的这个小黑豆给它接上就行了，非常简单。我们看啊，这小黑豆上面呢是有一个白杠的，这个白杠呢我们给它接在电瓶这一端，给它拧上，然后没有白杠的这一端呢我们接在充电口这边。就这样接好以后呢，用电烙铁给它焊牢固，然后呢缠上胶带，就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呢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电车充电，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如果不能充电不行的。这边我们插上充电器，我们看一下红色指示灯亮，说明呢就可以给它充电。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插头拔下来，好，我们看现在是不能充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没有电。没问题了，是吧？我们看无论怎么再碰也没问题了，插头上是不带电的，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安全问题了。